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既是顶流又有国民度的演员杨紫，受得住诋毁，才能享得住荣耀。一个演员成为顶流很难，既是顶流又有国民度，那就更难得了。有的顶流只有自己粉丝认识，当然粉丝数量也足够庞大，但粉丝之外的人却不够熟悉。而杨紫她就做到了，也许是因为童星出身，国民度已经傍身，但她也是付出了10分的努力才成为顶流。上到50、60的老阿姨，下到10几岁的小学生都认识她。大家可能要说，成为顶流有那么重要吗？安安稳稳做个演员不好吗？答案是当然重要了，因为成为顶流，你有商业价值，才有话语权，才有好的剧本递到你手里，你才有挑选的权利。娱乐圈是个很现实的圈子，没有强大的后台，佛系的人很难出头。自从成为顶流，喷杨紫的黑粉就没有停止过，多么难听的都有，说到底都是因为利益，这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，才能让自己不抑郁。杨紫一如既往的阳光开朗，犹如开心果般的女孩，这大概就是那么多人喜欢她的原因吧。她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女星，对自己的事业规划非常清晰。如今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妥妥的事业型女强人。她还是妥妥的劳模，她几乎不扎戏，但也是全年无休。4月底刚杀青要99爱，6月进承欢季的剧组，其中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。但她可闲不住，整个一个5月拍杂志封面，拍广告，排得满满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有的黑子说她不务正业，殊不知杨紫新戏时间早就定好了，5月只不过是把自己未进组的时间利用起来罢了。她能够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，黑子看着极不顺眼，但子迷们可是相当愉悦。杨紫的新剧《长相思》快要上线，现在黑通稿又是一片一片的，说杨紫丑爆了，换了造型师依然很土，这就是她自身的气质土，不怪人家造型师。还把杨紫拍的躺着的照片和躺在地上死人的照片做对比，更过分的是说杨紫是不是对躺着有误解，和躺尸的人差不多。还有人把过去很久的与马天宇合作的《莫格利男孩》拿出来说杨紫热衷于私翻，当时非得要与马天宇平翻，没有达到目标就不配合宣传，惹火了出品方，再也不与其合作。造谣的成本太低了，不知事实情况，就不应该诋毁传播这样的黑通稿。话说刚进组的承欢季就是《莫格利男孩》的出品方，谣言不攻自破。但黑子不会去看那个，就是闭眼黑，只要能黑到你，黑子心里就高兴极了，专业的为黑而黑而已。文中所有的配图都是杨紫的新照片，就因为这种羊毛卷的凌乱风，现在她又被黑惨了。那些骂她丑的，直接把她新造型贬得一文不值。可是美的形态有很多种，美的定义也有很多种，她的新造型也许想表达的是淑女风，但我却觉得莫名的够可爱。敢于尝试不同风格很是不错，就喜欢这样百变的杨紫。她就是在一路黑中勇敢前行的人，百炼千锤，受得住诋毁，才能享得住荣耀。这么一个头脑清晰、努力上进、独立自主、阳光开朗的女星，难道不值得大家喜欢吗？02被梦中的大海反噬的肖战，真的撑不住古装剧。众所周知，古装剧一直是国内市场不可或缺的题材，但今年的古装剧似乎有点不吸引人，比如脱离时代感的人生之路、我们的日子充满热血等等，被观众喷得粉身碎骨。而此时，由李沁和肖战主演的古装剧《梦中的大海》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展开，路人和观众的反馈却出现了两极分化，看好者极力拥护，唱坏话者满口咒骂。网友们除了吐槽剧情外，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剧中的男主角肖战。作为顶流主播，他的流量和号召力都排在第2位，没人敢说他是第1。然而，当他的实力与刷爆全网的宣传不符时，被反噬也是必然的结果。1. 演技过硬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在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中说过，演员在影视中处于一种双重生活状态，他们在角色之间欢笑和哭泣的同时，也在分析着自己的笑和泪，让他们影响自己观众更强烈。对此，肖战打破自我，
将自己融入到《陈情令》中的魏无羡这个角色中，让大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个角色的喜怒哀乐。然而在梦中的大海中，他完全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演戏。肖战在剧中饰演的肖春生是一个顽皮的北京小伙子，但为了突出角色的特点，刻意做出了夸张的表情。在诠释人物内心活动时，他用睁大的眼睛来表现情绪。有些地方生硬的处理，让人物显得做作油腻。比如肖春生在什刹海冰场认识了女二何红玲，美丽的女二在冰场上翩翩起舞，顿时引起了肖春生的注意，紧接着也紧紧跟了上去。一瞬间，《欢乐颂》里的小宝嘴角闪过一抹笑意，说不出口。2. 高颜值与古装剧格格不入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脸在国内，凭借着帅气不凡的面孔，他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优势，比如让他一炮走红的《陈情令》，还有他的搭档杨紫。余生请多多指教，王牌原力足以说明他的脸是多面，影视题材的多面手。但在古装剧《梦中的大海》中，这张脸仿佛在跳舞。在那个时代，不管是普通的军人、军官，还是市民，一副土气的样子，滤镜再老也显得陈旧。他本身的气质就不符合当代人，别说他们的道服新颖精美，连衣服的褶皱都晕过了，跟70年代的背景不一样。此外，在剧中，肖战饰演的肖春生是一个可以包庇所有人的大哥形象，他是一个大胆而无情的角色。但是肖战赋予的这个角色整体气场比较弱，离大哥的位置还差得很远，可能没有相应的人生经历作为参考，所以在诠释人物的过程中用力过猛，演戏的痕迹太重，让人觉得特别尴尬。3. 人物明显，台词刻意。在剧中，肖战饰演的肖春生是一个大义凛然、手足情深的人，这个角色波动很大，情绪也比较向外舒展，所以肖战的发挥空间更大。因为这个角色有点嘴贱，所以台词很多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不过，在释放情绪的过程中，他的表情台词有点过分了。比如他在城墙上大喊大叫的时候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嘴巴长的可以握成一个拳头，正在和同伴说话。他通过夸张的地面和高分贝的话语直接夺回了自己的主场，但是一个词跳出来，感觉就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，就没有感情而言。可能是演戏多，习惯了肢体语言的夸张吧。过渡到影视剧的时候，忽略了对人物神态的考虑，导致人物没有冲击力，显得很平淡。一般来说，每个演员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地方，有勇气挑战自己固然是好事，但还是要量力而行，不要丢掉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好不容易闯出来的人气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